是快的，无声无息的快。又是还没有天亮的早上，我又来拍车了哈。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我身后面有一辆捷酷的 J7 PHEV， 哇，我真的等了好久。哇，这个迷你试驾车啊，从4月到5月吧，它就排到我9月才拿车啊，真的是很多人抢着要拍这台捷酷的 J7 PHEV 啦。在开始介绍之前，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了，如果你们想看捷酷的 J7 的 1.6 turbo 那个呢 All-Wheel Drive 哦，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这个影片呢就会介绍一下大概 J7 PHEV 呢跟普通的汽油版有什么不一样。接下来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视频呢，对这辆车不管是汽油版还是混动版呢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 PM 我或者是我的女朋友 Nicole 小蚊子啦。那么她就是 SA 啦，然后你可以联络我们，带你们去试车。而且捷酷呢它很厉害做定价的，138千、148千还有158千的这个定价，每多10千你就可以得到多样东西。138千可以买到 Front-Wheel Drive，148千可以买到 All-Wheel Drive 汽油版，158千呢，你可以买到一个混动版，又可以插电，又可以当它是 HEV 车架。捷酷的 J7 PHEV 啊，外观呢跟之前我试驾的汽油版几乎是一样的。要怎么区分它到底是汽油版还是混动版呢？第一个就是看它这个轮圈，第二个是看它的后面有没有这个 exhaust tip。PHEV 版本后面是平的，当然还会写着 PHEV， 然后 J 气的气啊是一个蓝色的，汽油版是红色的啦。这个钥匙已经很大个了，还为它带了一个套，而且很重啊，这个套美是美啦，但是很大力。你看我的手，你的钥匙只要在你的身上的话，你只要靠近这一台车，基本上它就会亮一个日行灯给你知道哦，这个是你的车。然后你再靠近一点的时候，手把呢就会出来了。直到你靠近这个车门这一块的时候呢，它才会解锁，不然的话还是开不到门的哈。只有一个门有这个sensor啊，你这里可以触碰一下，然后你就可以锁那个门，再触碰多一下，它就会解锁。而且隐藏式的手把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直接一拉就开那种。那我离开这辆车，它就会自动锁上这个门了。那这个闭的声音你不喜欢，还是可以在唱机里面关掉的哈。这辆车有 remote start， 你只要按这个锁门了，长按这个 start， 基本上它是无声无息的，你根本是听不到车的引擎声，因为现在是又走的电的模式嘛，你只能微微听到压缩器的声音。如果是天气热的话，比较吵一点哦。前面有 LED 日行灯，当你打了方向灯之后，它会变成 signal。后面的贯穿式尾灯打了 signal 之后，它也是一个格子型的 LED， 非常的好看。它当然也是有一个 sensor 啦，当你站在后面这里几秒钟呢，它就会自动把尾门打开了。可是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自己喜欢用手按，或者是那种 kick sensor 啊，这个没有。尾部空间呢是跟汽油版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它这里就没有这个备胎了，然后就有一些掰压补贴剂啊那些呀，上面是有一个电池的 ，as you can see， 椅背还可以做倾倒。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然后这辆车因为它是 PHEV 嘛，它有一个 18.3 kW 的 BYD 的刀片式电池，它放在下面这一边，所以你可以看到 exhaust 很奇怪哦，它直接在它的电池旁边这样子绕过。这辆车开起来跟普通汽油版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它的重心都在下面。PHEV 的版本左边有一个油盖，这是打油用的啦。右边呢这里也是有一个盖，这个是让你充电用的，支持40 kW 的 DC 快充，当然还有支持 AC 啦 ，AC 最高支持11 kW 的，40 kW 的速度啊，大概是从23%到80%左右，只需要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还有 V2L 的功能，高达3.3的 kW， 基本上你不用充电也是可以，当然是一个 HEV 的车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充电的话，它是一个 bonus。轮胎还是保留着19寸的235/50R19 Hankook 的 X-Star PS 轮胎，前后都有红色卡钳，可是看不出来，因为这个轮圈遮着了。后面的轮胎的尺寸也是一样的。打开门之后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气氛灯啊，有很多颜色可以更换的，你要跟着音乐也可以，你要跟着驾驶模式都可以。跟汽油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汽油版的4个门都会有一个手把在这边，在 mirror 的调节的按钮啊，然后窗户按键都是比较传统式的。PHEV 的话，它的按钮是这样子的，但你要开窗，它是往上推的，你懂吗？你要关窗的话，要拉来后面。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哈，后面的窗还是可以开到完的哈。后面这里有一个喇叭嘛，它也是一个提示，在你还没有开门之前啊，这个会故意亮出一个橙灯，好让你知道后面有车正在来着，提醒你一下，不会直接开门就会撞到。还做了一些微微的灯，让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窗户按键哈。椅垫跟汽油版一样，也是比较长的，椅背可以做2个 step。Step 1 and Step 2， 这里还有老板按键。这个冷气出风口很好玩的哦，它就要么就吹左边的人，要么就吹右边的人，要么就关掉了。坐后面的人就要抢了哈。还有一个 USB 和 Type C 的接口，中间这边都是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加分的。打开门之后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就是这辆车的座椅就往后退，好让我们驾驶员容易上下车。8项的电动座椅，包括8颗的安全气囊。PHEV 的版本坐进来是不需要按任何的 Start button 的，你只需要钥匙在身上，然后踩一下刹车 ，You are ready to go。可是呢，就有一个坏处啊，如果你的钥匙放在车上，我一下车啊，你看没得啊，这个代表就是冷气还在开着，可是它是不能动啊，你连这个唱机的这些设置啊，是完全都不能动的，还是要坐进来，然后踩一下刹车 ，Yes。关了门之后呢，座椅会往前面推回去你的原本的座位啦，中间少了这个挡挂，还是一样有无线充电，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有冷风，因为这个屏幕啊，它会把冷风导下来，让你的手机也是会凉的，所以你的手机放在这边基本上没有问题，它不会发热啦。然后置备架就往下来移，打横摇，所以比较容易用啦。中间就多了几个按钮啦，这个是冷气的 Auto 驾驶模式 ，Eco、Normal、Sport 锁门啊，不用怀疑，当你锁了之后啊。声音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有时候你上车第一次驾这辆车，你以为一开始动啊，它当这个门锁起来了之后呢，还有那个声音会吓到你，以为撞到什么东西了。双向灯，如果你的电池足够情况下，你可以转到去 EV， 所以现在我的电池是足够的。如果是不足的话，它强制性 HEV 的模式。这里也是有冷气出风口 ，OK， 可以让你里面一些饮料啊那些冷却的。灯的开关也把它移植到下来这一边，前雾灯、后雾灯还有后备箱开关，还有一个油盖都在这里操作的。这里多了一个 sensor， 它会看你驾驶的时候是不是有打瞌睡啊，那些会提醒你啦。这个仪表呢，基本上跟汽油版差不多，那它就少了转速表，这里就多了一个 power delivery percent。当你踩完油的话，它就会肯定是100% 哦。在右侧这边呢，就是显示你的电量，左边就是显示你的油桶有剩下多少油。所以我拿车的时候啊，当时是说可以走1180公里左右，现在的我啊已经走了372公里，我的油啊还剩下1/4，所以可见呢这辆车有多省油。当你要启动这个仪表啊，要转它的模式的时候，你要按下去，然后你往下按，这个是 TPMS 胎压侦测器啦。然后还有就是你不想看任何东西，它可以显示时速表出来啊，这样子会比较好看的。但是很可惜啊，可以看数据也只有在这边，你要么就看时速表，要么就看数据表，它不能把它移到来这边。唯一能够转换就是它的主题了，还有2种。当你有用它的内部的导航的话，你可以长按这个0，它就是 Full Map。当然这个仪表呢还可以换2种主题，一就是这种数字的仪表。所以它就没有那个原式的后背包就有好几种哈。记得我之前驾过汽油版的，我就有稍微投诉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仪表，那它不会跟着头灯来开关。现在我是 Auto 嘛，那我是自己设置时间，从早上的7点半它就会关掉 Night Mode， 它就会去到实现 Day Mode。Auto 的话是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它就是 Day， 然后6点半之后它就会成为 Night Mode， 像现在这样黑黑的。但是我多么希望啊，其实这个是跟着你的头灯开关，比如说现在我是 Day 嘛。OK， 下午没有问题，因为下午够晒，它很亮，所以容易看到仪表。可是当我去到室内的停车场的时候呢，很暗嘛，它还是依然保持着这么亮的亮度。即使我的头灯已经开了的哦，它还是这么亮哈，没有办法，你还是需要进到去这一个主页，然后按 Night Mode， 它才能实现。所以之前我还有稍微投诉一下啦，挡挂换到来像奔驰一样的怀档，你踩的刹车往下面掰，然后它就是 D， 你往上面就推就是 R。然后 P 这辆车没有换挡拨片，它没有变速箱的，它只有一个叫 DHD 的变速箱，是让它在高速的时候让引擎用的。Signal 有一键闪上下，如果要启动雨刷的话呢，这里有2个 step， 轻轻按一下呢，它就是
打开雨刷，在深度往里面按一点，它就是会喷水了。雨刷有自动的，你可以 on， 你可以 auto。Off 或者 Low High， 这个是后面的雨刷，闪人家高灯是这样子。那你要开高灯是往后面推，这个就是 iOS 26了所以看起来也比较好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页面所以这个基本上就一个非常大的 iPad。当你看这个 Google Map 的时候，或者 Waze 是整幅非常的大了呀。冷气控制因为都是透过这个荧幕的嘛，所以当你开了 Apple CarPlay 之后呢，它还是盖掉了，你还是要用手轻轻滑一下。来实现这个冷气的操作，它不像用原厂的这些软件比如说 Vehicle Center 它还是会在这边，然后 DVR 这些它还是在这边。Apple CarPlay 因为是第三方软件嘛，它就不会出现这一个。然后椅子呢可以有热风跟冷风，座椅通风。那这个设置里面呢，就第一页 Control 可以看到这边有 Central Locking 不然这边按也是可以打开尾门Child Lock Sunroof当然它还是有语音控制的。Hello Jacku，Open Sunshade。OK， 它就可以打开它的遮阳帘，它也是一样，有天窗可以打开的，这也是全景天窗Power Mode 呢，它就可以用 HEV、EV 还有 EV Plus， 这个 EV Plus 是超级省电的一个当你的电池足够下才可以用的。驾驶模式啦。然后 New Energy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剩下的电量。等一下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开着这一页，它是很明确让你知道在电池供电，还是电能回收，还是引擎在提供动力，或者是引擎在充电。当然，你如果不够电的情况下呢，你想要强制充电是可以的。当你切换到这个 Force， 只要你的车一动，它就会启动这个引擎，它就会充电了的。如果是没有什么情况下呢，用 Smart 还是比较好的。它的电能回收 Low、Medium、High， 我是用 High 啦，所以你的油门就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基本上也很少会用到刹车。这里的电池显示呢，你其实可以换，你是 battery level 还是可以看你的 range 或者 dynamic range， 你可以更换。它的里数你也可以透过这边换。Total distance 是这辆车从哪新车到现在总共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当我切换到 HEV 模式，所以这辆车的 HEV 走了23000多，Total 是24000多。EV 呢，真正实现了大概1000多公里这个 Eco Mode 应该是。连气氛灯都没有了，这个Eco Mode打开。电动尾门的开关的高度这边也是可以换，然后这个方向盘的重量也是可以透过驾驶模式来更换它的重和轻。然后刹车的这个力道也是可以改的，我会把它去 High， 基本上它的刹车是有2个 step， 你轻轻踩的话呢，刹车灯是不会亮的，电能回收会更加的强。当你再踩深一点，它的这个刹车灯就会亮。你要驾的习惯，基本上是很好驾的。当然你的刹车的感觉也是可以跟着驾驶模式来更换的。前面就有抬头显示器啦，这个也是相当好用的它会显示我的速度，还有当然我的 ACC 跟车它也会显示在那边。这个 ADAS 不用多说，自动跟车系统 Stop and Go 或者是 Lane Departure Warning 这些全部通通都有，可是我就把 Lane Departure Warning 还有 Lane Departure Prevention 都关掉了，然后 Ambient Light。Yes， 这边就可以更换那些颜色其实这辆车是有记忆座位的所以当你设置好了之后，这些 Side Mirror 座椅的角度你就按 Save 就可以了。好，下次呢，你就按 Restore， 它就会回去到你的原本要的座位了。Side Mirror 一锁门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只是折开。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两边还是关掉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 In-Car Child Detection， 如果这辆车侦测到后面有小孩子在坐的话呢，它就不会轻易让它容易开门它就有那个 Child Lock 了。这个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已经关闭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机器在看你驾车的话，我们去打开这个车的引擎盖。要拉2下的它像 BMW 这样，引擎没有在启动嘛，因为足够的电嘛。我昨天特意去充了一点电，所以很少在发动这个引擎。普通的汽油版是 1.6 Turbo 嘛 ，PHEV 的版本它用上了一个 1.5 公升的 TGDI 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这颗引擎的动力输出143 PS， 210个牛顿米的扭力，旁边多了一个电动马达204 PS， 310牛顿米。如果2个加起来的动力数据347 PS， 525个牛顿米。它有没有这么猛呢？其实开起来这辆车还是挺顺的。当引擎跟电动马达的连接跟切换之间，你都不会察觉得出来，除非你踩大油的时候，它有一个吸风声，基本上就是非常安静，整个切换都是非常的顺畅。希望 GWM 不要生气我它还比 Hover H6 还来得更安静呢。虽然大家都可以实现 HEV 嘛，不过 Hover H6 当这个引擎它 start 的那一刻，它还是有少许的震动，还有一点点声音的。可是这辆车整个过程的切换非常的顺，你完全不会察觉得出来，真的是要给它一个赞。WLTP 的测试情况下呢，可以走大概1200公里左右，油桶大概60个里的。前驱它只有一个电动马达，那我们就开车。现在还有1分钟是7点半，它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吗？那个手把收起来的声音，所以要习惯的时候没事。
所以要多1分钟，它的仪表才会变成白色啦。然后我就没有放一个 GoPro 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辆车第一个没有转速表，它只有时速表可以看，然后我也不放了，因为我们放 GoPro 在前面的定义就是要让你们看转速表可以上到多少钱转，容易看。那基本上这辆车没有办法。那转成白色了，各位。这辆车真的是，你就当它是一个电车架就好，然后也不用去为了续航而去焦虑。用引擎来充电的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 good job。我昨天有驾过去给我的另外一个想要买这辆车的朋友去试驾，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挺不错的，就对，现在是 HEV 模式嘛，然后我还有48%，然后当然这个电池呢，它能够尽量用电就用电哈，直到它大概剩20%到23%的电量了，你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哎，这辆车有时候它会进入这个引擎，然后来充电的哈。那基本上你看，你可以看到这边全部完全是青色，绿色的话呢，就是用着电了，很安静。讲真的，这辆车哦，它的隔音是不错的。它静到哦，车有一点杂音的我都听得到，比如说后面那些 plastic 啊，放不好啊，你都可以听到一点点那种杂音。然后多亏这个是一个双重的玻璃啊，双重的，所以很厚，所以当你踩到完，OK， 大概是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听到那个风声，我把它关掉。It's silent, isn't it? OK， 所以这边的仪表呢，当它 negative 负的时候啊，代表它在充电，然后我再踩一点刹车，它也在充，电能回收。它现在有 auto hold 吗？亮绿灯吗？我只要踩一点点的电门，它就会启动了。所以它整个过程是真的很顺的，它不是因为你要踩油了之后啊，它的 auto hold 还慢慢才会放，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很丝滑、很顺畅。OK。看我踩完，在 Smart 的情况下踩完油，然后它的电动马达正在供电，然后那个引擎就会正式发动来供力啊。所以当他们这两者又在运作的情况下，其实这辆车是非常有力的。当然 Smart 会迟钝一点，它会根据你的油门踩踏，然后来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发电，这个引擎还发电，或者是在你不够电池的情况下，它才会引擎会正式供电这样子。然后，当然，如果你要随时那个动力，因为这辆车啊，全电模式大概可以行驶在 highway 啊，大概130到140公里每小时左右啦。但是你再踩下去，有感觉到前段是有力，后段是没有什么力的。但是我发现到一个小特点，当我按到去 force 的情况下，当它的这个引擎有在 start， 你看到吗？红色开始有了，然后你可以听到那个引擎有一点那种细风声。当我再踩完，它的力真的是非常暴力的。有力哦，有力，哇，瞬间说不出话来，嘿嘿嘿。你看现在我用 Force 啊，一直在强制它充电，因为我现在是有45%的电，所以我想要充到去云顶三角应该是刚刚好吧，才有那个足够的电量去。第一点，这辆车的这个悬挂呢，它其实跟汽油版很相似啊，只是说它的重量就不同了啦。这辆车的你很明显感觉到这辆车会比汽油版会重一点，重心都在中间的下面。然后我之前驾过捷库的 J7 汽油版，我都有说过它的悬挂，跟 Tiggo 7 Pro 有一点不一样的设置。Tiggo 7 Pro 虽然跟它是同一个 platform， 同一个chassis，同一个引擎啊，然后变速箱啊那些一样，可是 Chery 的调教会比较稍微软一点，让它比较应对一些普通的家庭，就觉得软就是舒服的家庭了。而反而在捷库上面呢，会比较硬朗一点，可能因为它可以去 off road maybe， 所以它的悬挂的设置会比较偏硬朗少许。然后这辆车 PHEV 的版本也是跟这个汽油版很相似啊，所以它不会太软，它也不会太硬，有一点像欧系车那种感觉，所以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以它的椅垫的舒适性来说，我觉得它包覆性还挺不错。但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嘛，我驾过 Omoda C9 的百捷库了，哇，那个
整200千的车，那个座椅真的是不一样等级啊。最舒服就是那台车，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去试驾 J8还有 C9，你找我，带你去试驾，然后你们就可以真的明显感觉到那两者的座椅在这个定价里面的这个舒适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哇，Total Loss 啊 ，Oh my God！然后这辆车的 ACC 跟车其实很容易启动，很容易理解。你这里有一个方向盘，你只要按一下 A， 你放开油门就可以了，就让它做工。然后你按上就可以来调整那个时速。然后当然，如果你不要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呢，你也是可以长按这个 A， 然后它就会关掉了。当然，如果你的手没有在控制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它当然会提醒你一下啦。这 Stop and Go 的function也是挺不错的。当我在塞车的时候啊，它完全停下来哦，大概超过3秒之后啊，它要再启动的时候呢，你只要轻轻点一下这个油门踩踏就可以了，它就会启动了。然后它整个过程其实是蛮顺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投诉。虽然它是用这个 camera 嘛，没有错的话，但是它看的那个链哦，它可以保持在很中间，然后也不会感觉到乒乓球在那边晃来晃去，不会。我觉得它挺不错一下哦，很顺畅的哦，你能够察觉得到吗？真的很顺畅哦。然后它那个抬头显示器呢，还有在显示我的跟车距离啊，然后我的时速定在多少啊，然后如果后面有车经过，它会稍微提示一下哦，后面有车子啊，不要吃出去人家链这样子啦哈，只要动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了，是不是很舒服嘞？我觉得这个其实挺舒服的，如果是在赛车的时候是特好用啊。OK， 我现在关掉这个模式，只要轻轻踩一下刹车，它就可以关掉了。会踩一点。它概念挺不错。这时候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了。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3、2、1 ，Go！ 它是快的，无声无息的快。Top speed， 老实讲我没有试过，我还不懂它最快的时速可以去到多少。反正我是有去到160到170啦，我有试过啦。动力还可以去的，只要我用 Force Mode， 基本上那个动力一直在。对，它的驾驶模式不是有 Eco、Normal、Sport 的，基本上在 Smart 的模式你才可以很明显察觉得出来油门踩踏的方式那个反应跟那个就是这样。反正我觉得放 Force 更好加，在 Highway 那个力一直来，随传随到我会踩进去。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这个 Sony 的喇叭。音响其实的确是不错，高音也是准，然后低音也是有的。可是这辆车要发挥到它的实力，还是要把那个音量稍微开大一点，因为在低音量的时候好像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好的喇叭这样子，所以通常真的是稍微高一点。然后这样加上这辆车隔音相当不错啦，所以你敢把它开高一点，
音量高就好听了，这样子。这几天我真的是很享受在开这一台 AJ Cool 的 J7 PHEV， 无论是它的宁静度、它的舒适性、它的整个驾驶的感受，一个字顺，真的是顺，完全你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有引擎的车。哇，这个摩托搞笑哦，直接要吃出来就吃出来了，不用看了。它的电能回收真的是棒，我放在嗨的话，基本上我很少踩刹车。哦，打路哦。Yeah, we are here. 我觉得我电量还是不够，因为我在 highway 一直这边踩，一直这边踩啊，所以我觉得上山底下剩下20%，不懂会不会够力啊？只剩下那个电池，那个发动机正在供力的话，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所以你好奇吗？我也是好奇，所以留守我的频道，如果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里面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冲上云霄了，各位哈！哇！一家庭要来讨吃了哦，那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拜拜。